Hello，大家好，我是脑哥，欢迎收看本周的币圈周报。那这个礼拜呢，如果你打开交易所，或者是你看到加密货币的新闻，可能几乎看到都是一些悲观的新闻啊。这个礼拜的焦点，我们会带大家看到，我们一直以为现在是牛市，其实山寨币根本就已经处于熊市。我们看到机构资金在上个礼拜经历了几个月以来的最高单周净流出。我们看到知名的币圈投资人甚至喊 Solana 可能会跌到$80。到底我们币圈的黎明什么时候会出现啊？那这个礼拜其实全部都是利空消息，还是其实有一些隐藏在恐慌情绪里面被社群忽略的利好消息呢？废话不多说，就直接开始吧。第一个是我们看到 Tax Research 山寨币正处于熊市，有115种代币较今年高点平均下跌了50%哦。这个 Tax Research 也是我们蛮常引用的币圈蛮有名的一个研究机构。他上个礼拜推出的这个报告，去找了市值现在前115名的加密货币。他观察到这些加密货币呢，从2024年的年度高点，就差不多是比特币 ETF 通过的那个时候3、4月份的时候，到现在差不多3个月，平均已经下跌了50%以上，而且这个平均，如果今天你买的币刚好是那些跌得更多的，那可能你已经在牛市投资山寨币已经亏了70、80%。如果你手上的币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的，可以在底下留言区告诉我们说是哪一个币在2024年表现那么差。其实你可能并不孤单。那基本上 Tax Research 认为说，在这段时间，代币解锁跟不利的流动性指标是山寨币崩盘的主要诱因尤其是在上个礼拜他认为山寨币大幅下跌的原因是因为市场很难消化，包括这个是 APT 啦、IMX、STRK、SAY、ARB、Ape、Uniswap 等等，高达总额$4.8亿的加密货币的大额解锁。他说，早期投资者跟风险投资者似乎面临着套现的压力，而这些资金正在拖累整个加密货币市场，包括比特币在内。那此外呢，比特币矿工也开始出售它的比特币库存，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就提到的，矿工开始出售比特币。如果他们继续的大量的卖出，比特币的市场可能会进一步的在砸盘。但是当然我们也有提到，当矿工要投降的时候，有可能就是我们可以低点减的时候。但是这个投降很有可能似乎还没有结束，至少在我录制的这个时间呢，比特币目前也都是阴跌，山寨币的表现也是没有什么起色那之所以这个礼拜大家的感受可能会更差，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机构的资金在这个礼拜也是大量流出，而且是非常大量流出张币的这篇新闻，上周数位资产投资产品净流出高达$6亿，是3月以来的最大流出额这个是我们数据报告常引用的这个 CoinShares 的报告在上个礼拜他们所公开的数据，在这些数位资产投资产品里面出现了$6亿的净资金流出，是3月22日，就是这个 ETF 刚通过的时候，大家在 Seller News 以来最大的单周流出额那 CoinShares 认为这个原因可能跟美国 FOMC 的利率点阵图有关就是他们觉得总经是比较利空的，原本以为是降息，但是结果降息是遥遥无期的。而这件事情呢，当然如果你用比特币现货 ETF， 你可以看到之前这一段时间可能在4、5月平均可能就是有时候流出，有时候流进，但是在最近的这一个礼拜，基本上平均都是在流出的情况也导致了市场的砸盘。甚至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文章，这个是6月18号的一篇文章它是问我们说，为什么比特币 ETF 在持续流入，价格却没有涨你看前段时间就是差不多在这一段时间，比特币现货 ETF 的资金是流入的，但是比特币却依然是还可以没有涨，就有人去找原因其中很大的一个可能性的原因是现金跟套利交易，就是他发现说这些比特币 ETF 的投资人，很多人并不仅仅是买入并持有的投资者，而是有看到很多的对冲基金，他们经常有复杂的交易理念。就大部分我们看到比特币现货 ETF 的买进上升，你如果直接理解成说，有人开始拿他的美元换成比特币，那换了之后他不会随时想要把它换出去，所以比特币的可能市值会水涨船高。大部分我们这样直接理解，但他发现说，这些投资比特币现货 ETF 的人可能是对冲基金那对冲基金的交易理论可能不是这样。他的做法很有可能是他想要在现货市场布局这个现货的比特币，并且在期货市场呢去做空比特币。他发现说，对冲基金在比特币期货上建立了越来越大的净空头，他们真正想要做的并不是从比特币的上涨中获利，而是通过现货 ETF 做多比特币，并以相同金额做空期货，以捕捉两者之间的基差，从中建立净中性头寸。意思就是他发现，在期货市场跟现货市场，它这个定价有一点偏颇。就是如果你在这边做多一颗比特币，跟做空一颗比特币，正常来说，比特币涨或跌对你的部位是没有差的，但是却因为他们这个定价并没有很精准，你可以从中获利。这个是对冲基金很喜欢做的事情所以他就推理说之所以这个比特币现货 ETF 在这段时间是流入，但是却没有涨，听起来有点像比特币现货 ETF 的失灵的情况。
那他的结论就是在那一段时间流入的现货 ETF 的大量新资金，只是套利者建立的中性净头寸，是不会影响价格的。那你从实际去看，如果说这一段时间是一个连续比特币现货 ETF 流入的期间，确实比特币也没有大量的上涨。其实这段时间就是频繁波动，确实有几天是涨到7万美元。所以他这个分析可能也是有点小小的悲观，就他觉得说，如果这几天都流入的话，比特币可能应该要继续的突破历史高点。但其实这个流入量并没有很大，以现在整个比特币市场的量体，我们可能需要看到更大的净流入量才会影响那么多。但当然，按照他说的，如果这些资金都是对冲基金的中性的部位，没有大量新的边际资金流入市场，比特币可能还是不会涨上去，所以非常的悲观。还有更悲观的呢，迷因币降温冲击 Solana，Andrew Kang 预测 Solana 或跌至80美元。这位也是蛮知名的这个风投机构 Mechanism 的共同创办人 Andrew Kang 他发文分析了比特币跟以太币的未来走势。其中呢，他提到以太坊的现货 ETF 可能会推迟到今年的第4个 season， 并且他还表示很多的 ETF 专家也开始更倾向第4季才上线。当然，我们最常引用的这个彭博社的分析师 Eric， 他说7月是有可能会上线的。他对比特币的态度虽然是市场动能由多转空，但是他认为比特币还是会维持强劲走势，不会跌破5万美元。其实不会跌破5万美元，好像也不是一个乐观的判断。但更甚者，如果说他对比特币的态度都已经没有办法称为乐观，他更加没有看好的就是以太币以及 Solana 尤其是 Solana， 他在年初是非常看好 Solana 呀这些迷因币的专案，但是呢，他在文末提及迷因币降温的潜在影响。就是如果你去看一些迷因币的走势，最近几个礼拜也是跌得非常高。这个其实我们是过去几个礼拜就疯狂的在提醒大家，就是说，迷因币确实有可能会在接下来吸引到很多人的这个眼光，但是它如果要下跌的话，也是会非常的严重。所以一定要非常谨慎的去投资这一类波动特别巨大、基本面比较没有那么强劲的币啊。他在这边提到 Solana 在这个周期表现不错，但是从迷因币交易需求的反身性来看因为很多人认为 Solana 之所以涨很高，是因为它上面的迷因币专案表现得很好。反身性就是当迷因币的专案表现不好的时候，可能会影响SOL的涨跌啊。未来几个月如果迷因币的交易放缓，那你或许能够在80美元左右的价格再次买到 Solana。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看空80美元的 Solana 可能还要再跌个40%，很恐慌好，恐慌的东西我们讲完了，现在呢，我们是黎明前的黑暗吗？还需要盘整多少时间才能重见曙光？我先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们过去几周虽然说加密货币市场都一直属于平盘跟震荡，但是想必大家都还记得，我们的态度一直都是4到6月所谓的比特币减半行情，本来就会有2周到2个月左右的平盘至下跌的期间。这个总统大选的行情，往往都是总统选举当天的半年前左右可以展开。比特币 ETF 的通过之后，这些大机构往往可能会需要90个工作天去滴这个产品，去看出它的流动性是不是我们真的能够买。所以我们一直都觉得说，可能下半年 Q3 可能才会有这个机会。之所以这边在特别强调，是因为即使是说的人是我自己，每天早上打开看到交易所又在跌，我还是会，真的会涨吗？所以再提醒大家一下，永远不会有说这个就是一直连续上涨，即使今天是牛市，还是会有平盘甚至下跌的期间。但是这也是前提是说，我们真的是牛市当中的平盘，有没有可能这个牛市之后就已经结束了呢？我们还可能要盘整多久时间？有没有其他的观点？著名交易员 Bob 这篇文章带来的希望他是写在推特上的一个文章，然后深潮这边有中文翻译，我们直接看深潮他提到说，盘整何时结束？尽管普遍现在市场存在着悲观跟愤怒的情绪。但是如果你只看比特币，比特币现在的价格只比高点低跌了15%，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过去的每一轮牛市，比特币几乎都有好几次的下跌20几%，甚至30%的回调，这个想必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呢，这一次比特币明只跌了15%，我们所感受到的情绪却是比以往的更加的悲观或什么，可能是看到比特币 ETF 大家对市场的期望有点太高，导致的一个反差感。但如果你真的去看那个数字，我们其实不需要那么悲观的尤其是我们在上一次的局部低点到现在只花了16个月就到了上一轮周期，就是21年的历史最高点，而之前的牛熊周期都要花超过2年的时间。而现在是我们已经达到历史高点之后的第3个月的横盘整理了。从历史上来看呢，比特币在上涨到历史高点之后会暂停，然后在之后才达到最终的周期峰值。而更长的盘整期间，则意味着下一次的上涨会更健康、更强劲。它用月线图让我们看如果你现在身处于2016年的牛市呢，在2016年它达到前一轮牛市的高点的时候，它大概盘整了1个多月，然后再上涨到当轮的高点。如果你是在2020年的牛市呢，
它到达上一轮高点之后，几乎是没有什么平盘，就直接往上冲。而这一轮呢，我们到达上一轮牛市的高点，我们已经平盘了3个月。那币圈有一句话说，熊市横得越久，牛市喷的就越高。如果你没有这个累积的期间，要怎么样能够有上涨的动能呢？基本上言下之意就这个意思哦。他这边指出了目前市场还没有走高的几个因素，包括说上一个周期的鲸鱼在接近6万美元的时候抛售，对潜在的月度翻倍顶部的担忧 ，GBTC 的资金流出等等。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想问震荡何时结束，他告诉你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保持耐心。自从2023年9月到现在，加密货币市场已经上涨了3倍，需要回调蓄势才是一个健康的市场。如果你在比特币连续7、8周上涨的时候，你感到担心现在的市场不健康的话，那其实你现在应该要感到的是安心，因为现在的市场的走势完全就是非常健康的一个态势。而如果你想要问的是时间的话呢，他抓的时间其实跟我们一直以来讲的时间蛮类似的。他说类似于2023年第一季度的翻倍后的周期低点，这个震荡可能会持续到7月到8月完成筑底，跟我们说的时间差不多。我们都是说7月，他说7月或8月，差不多的意思。当然有没有可能是9月，有可能，但差不多就这段时间。而他这边也替大家预测市场可能何时会见顶。他说，如果是根据4年的周期，见顶可能还很远。根据过去的周期，低点到高点要33到35个月。按照这个模式，我们可能到2025年10月才是真正牛市的高点。真正牛市的高点，我们还有1年半的时间。所以短期来说，大家稍微悲伤一点是没事的。但是呢，如果你这个悲伤带有恐慌当中，就直接把币卖掉了。像我们一直说的，卖币获利逃出，或者说你在亏损的时候割肉，都不是大的问题。问题是你要找到时间把它买回来，因为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情是，中期跟长期而言，加密货币市场是会留下来，并且持续看好的。其实这礼拜在做币圈周报的时候，我心里都一直觉得说，好像每次都在讲一样的事情，很无聊。但是想想都会想到这件事情。既然我们今天看的是中期到长期，而短期很容易在心态上被波动。那我们这样每一个礼拜，其实就提醒大家一下，我们有什么原因要在短期的时候知道我们要当钻石手，然后要收获的是什么样的果实。就感觉这个币圈周报在最近之后就这个意义吧。当然，我们还是有讲一些真正发生的新闻啊，尤其是一些利好新闻，你可能在这段时间没有注意到。例如这个比特币跟加密货币相关的股票，现在已经成熟要准备要让这些机构投资人要整合了。这个是 Bernstein 的研究报告。Bernstein 如果你不知道是什么，是这个联博AB 这间公司，就是非常大的一个传统金融的投资机构。他表示说，比特币现货 ETF 即将要被很主流的这个 wirehouses， 这个就是金融的大的 brokers 经纪商，以及呢很大的私人银行平台给接受。他们会在第3到第4个季度接受。第3到第4个季度其实就是7月，就是下半年了嘛，所以说的时间点也是差不多的。并且他预测比特币将会在2025年达到当时周期的高点，叫做20万美元一颗。在2029年会到50万美元一颗，在2033年比特币一颗会就是100万美。所以说，你想要成为百万富翁吗？想办法在2033之前存到1颗比特币。这个有点像我在2020年的时候看到有一个 crypto YouTuber 叫做 Altcoin Daily， 当时他们就玩一个游戏，可不可以我们现在要努力存到1颗比特币？当时我心里就想，哇，1颗比特币很贵耶！当时1颗比特币要1万多美元，贵。当时如果想办法存到1颗比特币，那现在其实也就是蛮有钱的。但无论如何，这篇联博的报告其实跟我们之前讲的其实东西是蛮像的。他说，比特币现货 ETF 的流入会被预期在第3跟第4个季度可以加速。他说，目前的比特币现货 ETF 的持有都还是 retail investor， 就是散户投资人。而大的机构的需求，目前还可能只是前面提到的，他们只是现金交易或者中性的部位，真正的大的做多部位还没有进来。Q3、Q4 这一群人可能就会进来了。总之这个是联博的态度分享给大家。好，接下来这个是真正的一个被低估的利好消息放弃将以太币定性为证券 ，Consensus 美国的 SEC 不再调查以太坊。我们都知道以太坊现货 ETF 现在的第一阶段审核已经通过了嘛，只是现在还没有上市交易。但事实上呢，原本审核通过之后 ，SEC 其实还是在为难以太坊，说，其实以太坊有可能是证券，我们有可能要调查说它可能还是有证券属性，而不是商品属性。但是呢，这个礼拜 Consensus 这个币圈巨头，这个 MetaMask 背后的公司他 PO 了这篇贴文，他说 Ethereum survives the SEC， 就是以太坊在 SEC 的考验中生存下来了。他们很开心的宣布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以太坊的开发者、技术提供者跟产业的胜利。原本呢 ，SEC 告诉他们说要调查以太坊 2.0 这件事情有可能有证券属性的这件事情 ，SEC 说好，我们停止调查了。
这很有可能就代表 ACC 承认他们不再去追究以太坊有可能的证券属性。各位，这个代表什么？虽然说我们原本已经知道以太坊现货 ETF 通过了，似乎就隐约代表了说，无论它是什么属性，它都可以被传统金融投资。但我觉得这件事情代表的意义远远不止这样，因为以太坊跟比特币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它是 POS， 比特币是 POW。而 POS 的币呢，就有所谓的权益证明，它背后的运作就比较像是股票的运作，就是当你持有这个系统里面的资产，你可以从中获利，对吧？我质押以太币，我可以赚到钱。就有点像我持有某个人的股票，我可以拿到 dividends 的概念。那这个概念呢，如果 SEC 一口咬定说你就是有证券疑虑，你就是不可能是商品。最大的问题是，现在加密货币市场很多的主流的币，包括 Solana， 包括 BNB， 包括很多这样子的币都有这样子的问题。但一旦今天使用 POS 的以太坊能够敲板通过，意味着接下来的许多的加密货币，即使你是使用 POS 的共识机制，你也有可能在美国的金融监管的体制下被认为你就是一个商品。当然，这不代表说他们真的就是商品，但是比起把它理解成为以太坊开了一个大门，它其实是在间接的为所有的 POS 的赛道的币都开启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只要你在其他的属性上面能够去 match 到以太坊、比特币等等的，即使你是 POS， 你未来走进传统金融的几率也就这样子被打开了。当然，这可能是比较后面的事情。我之所以讲到这个，也是因为看到说这个礼拜也有一个 Solana 被加拿大要申请现货 ETP 的一个消息，就是如果 Solana 也开始做 ETF，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想必华尔街是想要看到这件事情的，但是这个八字还没有一撇，我就没有把它放上来。但不再调查以太币的证券属性，绝对是一个币圈的一大胜利啊！分享给大家。下一个你可能有漏掉的比较利好的消息，可能是这个啊。鹰派联准会官员也改口，通膨数据若持续下降，可能会降息啊。上个礼拜四呢，美国2位联准会官员对降息发表了看法。这位芝加哥联准银行总裁对降息的态度松绑了。他表示，如果通膨数据像5月那样继续降温，央行就有可能会降息。我们前几个礼拜看这个 Fed Watch 上面，几乎要降息都要等到11月才会这个降息的几率比较高啊。但是我刚才看这个降息的几率，其实在9月份已经超过60%了。就是现在9月份维持不降息的这个投票已经只剩下34%了，所以现在高几率我们可能9月就可以看到降息。如果说在这几次的总经数据出来依然是利好的话，大家预期这个降息在9月发生的几率可能就会更高了。那这个其实就已经比几个礼拜之前大家认为说要11月才能降息更加的利好风险市场了。那这是我原本没有注意到的，所以分享给大家。像我们看到，年轻富豪偏爱加密货币，美国银行投资因为仅次于房地产，7成2认为股债的影响力不足。这个是美国银行最新发布的2024年他们对美国富人的研究啊，它揭露了不同世代对财富管理的观念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投资偏好上面。报告指出，相对于44岁的老年富人，21到43岁的年轻富人偏好于非传统投资，例如加密货币跟私募股权。其实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这张图啊，左边是21到43岁的年轻投资人，右边是44岁以上的比较年长的投资人。你会发现，年长投资人他们喜欢投资 equities 就是股票的意思嘛。那国内的股票是他们的第一位啊，房地产是第2位啊，新兴市场的股票是他们的第3位。而年轻人呢，房地产是第1位，第2位直接就是 crypto 是加密货币，很夸张就是你会发现说，年轻人想要投资，而且这所谓的年轻人是第一个是年轻的富人，第2个他到40几岁都可以算这样的年轻人。你会发现说，大家其实没有那么喜欢投资 equities 就前面的几名里面，只有第3个是股权，而且还是私募股权，就不是说公开市场的股票的那种概念。这某种意义上是不是代表股票投资这件事情有可能会在未来的我们说20年嘛，就是这群20岁的人20年后已经变40岁了，可能会有所反转。那如果这件事情要翻转，是不是有可能代表说股票这个东西证券化的几率是高的？不知道。好，讲到这边好像已经有太乐观了，我觉得打住吧。那我想要说的是，这一伙40岁以上的有钱人，他们的影响力势必会随着时间被这一伙21岁以上的有钱人慢慢的超越。而当这一群人他们的事业越来越卓越，他们越来越有钱，他们喜欢的 crypto 跟 digital asset 的投资，是不是有可能在市值上也会持续的扩大呢？留给大家来判断了。好，本周前段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个现在在世界的时事就是欧洲杯，就4年一度呢，就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运动叫做足球。那足球呢，最大的一个体育赛事可能是世足。
第二大的一个体育赛事呢，就是4年一度的欧洲国家杯了。那欧洲杯是在6月14号到7月14号，现在正在火热的进行。现在是小组赛，6月30号开始就会进入淘汰赛了。这个足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很多体育赛事相关的币，比方说 CHZ 就是一个足球相关的币。通常如果说是在欧洲杯或者是世足赛事打的火热的话，这相关的币可能会表现比较好的。那这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前阵子在香港认识的一个项目方，叫做 TopGo 啊，是一个在 Web2 领域就已经有10年体育游戏研发经验，营收已经超过7亿美金的 Web2 的很大的一个足球游戏公司。他们现在要跨足到 Web3，他们跟 Chalice。他们跟 CHZ， 他们跟 OKX， 他们跟 BNB Chain 都有合作做的这个项目叫做 TopGo。他们游戏的 APP 名字叫 Football Craft 啊，基本上它是一个有点像梦之队的游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范特西篮球的梦之队，就是你是这个足球的球探，你去收集这些球员，然后去比赛。以及在欧洲杯期间，你可以去竞猜这些比赛，然后你猜对的话就可以赚他们的这个购代币。你可以到 OKX 的这个 Cryptopedia 的部分参与他们的这些任务，然后每一个任务就可以有包括3万美元、3万美元以及5万美元以及这个59万美元的奖金可以去瓜分。你也可以直接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下载他们的 APP， 可以免费的游玩。那每日签到就有奖励，在游戏内质押购代币铸造你的球队 NFT， 也可以透过他们来赢取高达30万美元的奖金。以及在欧洲杯，他们还有联合竞猜活动，有70万美元的奖池是 OK Chalice 还有 Football Craft 共同提供的这个奖池，就是可以在 OK 的这个 Web3 钱包界面去参与。那如果你是一个足球迷，这款游戏是绝对不能错过的。那如果你只是纯粹想要在这个大赛的时候参与一下，顺便挖一点奖金，我们会把相关的资讯跟连结放在下面的说明栏。下一个本周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礼拜4的时候，上礼拜有预告过的，美国的总统的辩论会第一次举行啊 ，Joe Biden 跟 Donald Trump。他们要在辩论的舞台上面拉票。那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民营币赛道，其中一个就是 political， 就是政治相关的民营币。Joe Biden 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 Donald Trump 现在是想要组建 Crypto Army 来就是拥护他的嘛。他有没有可能会在这次的辩论里面提到他跟加密货币相关友好的政策？来做一点什么事情，而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会影响到加密货币市场，尤其是相关民营币赛道呢？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我知道那段时间如果他说了相关的事情，币价的波动可能会比较大的。如果你有相关的部位的话，那个时间可以留意一下。那这个礼拜大额解锁的部分，这个礼拜天台北时间的早上8点，以太坊的 Layer 2 Optimism 的 OPB 有 2.88%， 高达接近6000万美元的大额解锁。那通常大额解锁代表市场上的流动性增加，可能会币价下跌，或者是项目方有可能会在发生之前释出利好消息拉盘，所以持有 OPB 的同学可以在这段时间留意一下。还有一个可能不算是本周的前瞻啊，就是这个礼拜币安推出的一个新的空投计划，叫 Harder 的空投计划，就是持有 BNB 的赋能可能变多了。当然，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BNB 是没有直接涨啊，但是大家也是可以留意一下说，如果你现在持有 BNB， 可能可以有哪一些新的玩法？有没有可能这个东西上线之后对短期的币价有所帮助？这大家可以再自己研究一下。那最后呢，这个礼拜6啊，台北场我们的呢喃猫老师6月份的最后一场了，免费的实体课程在台北的台科大哦，目前还有座位，或者是你当天没有办法出席，你也可以报名线上的直播课，那都是非常的欢迎，完全免费。也许你觉得这些消息面的消息，这个错综复杂，不知道应该听谁的，就乐观的人一直乐观，悲观的一直悲观，到底真正的投资人是怎么看待现在这个市场？呢喃猫老师他们基本上就是我在台湾币圈认识最专业的一群币圈投资人之一了。这个课后其实也都有发问的时间，如果我是你，我报名的这个课就算一开始没有到，在发问的时间，我也一定会很想要多问老师一些问题，再分享给大家。好了，那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币圈周报。好，告诉我你的投资部位有没有亏到让你想要割肉啊？就我自己的部位比较大，是比特币跟以太币的情况下，我现在每天睡醒打开交易所的账户，我都还是觉得好不想起床啊。所以我想，如果你原本在这段时间曝险的就是比较大的，可能会比较难受一点适时的止损，或者是你可能已经赚很多了，适时的止盈，可能是对的。但是呢，时时留意市场消息的变化，筹码面啊，或者是你看的是其他的东西。如果这币价再跌到某一个数字，或者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消息，你觉得好像转圜的机会来了记得这个市场永远都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在前方等着我们。但当然，以上都只是我个人观点，你完全可以理解成，因为我现在在比特币的部位很大，所以我都要想办法让大家也觉得跟我一样的想法，这个是完全合理的一个推断所以可以在底下留言区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你觉得比特币的牛市现在还在吗？还是你说现在哇山寨币都跌了50%，还叫做牛市？这个已经有一点愚昧了。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吧，可以在留言区点醒一下大家。好，那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可以帮我按赞，这个影片分享给新的朋友，订阅我频道，让 YouTube 上专门想看加密货币的内容，所以比特币追涨。有任何问题都会在底下留言区留言问我。那这样啦，我是脑哥，我们下一期再见 ，peace。如果你想投资加密货币却还没有账号，可以使用底下的币安连结注册。币安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用底下的连结还可以享有交易手续费20%的返现。如果你想要量化交易、聪明投资，可以使用底下的派网连结。派网是币圈知名的量化投资交易所，一样使用推荐连结可以享有20%的手续费折扣。